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叶婷。史上头一遭，中国今年秋天一颗美国大豆都没买。要知道，中国一年要吃掉超过1亿吨大豆，美国原本是最大供应国，如今订单却清零，创下25年来的纪录。川普立刻在真实社群发文宣布，4周后我将会见习近平，正面讨论大豆。时间点卡得刚刚好，因为10月31号到11月1号 APEC 峰会就在韩国登场，川普确认会去，而韩媒更爆料，习近平也打算出席，并停留2晚。这场大豆战争已经不只是粮食问题，而是中美之间一场带火药味的政治豪赌。美国总统川普10月1号在真实社群直接放话，4周后我将会见习近平，重头戏就是大豆。这话不是随口一说，因为10月31号到11月1号2025年亚太经合组织领袖峰会就在韩国庆州登场，川普行程早已确认，而韩媒朝鲜日报爆料，习近平也会去，在韩国停留2晚，还打算跟川普、韩国总统李在明一起坐下来谈。不过北京官方还在装沉默。问题来了，为什么偏偏是大豆？因为这次北京玩得太狠了。美方数据显示，截至9月18号，中国一颗美国大豆都没买，这可是自1999年有统计以来头一次。中国对大豆的消费量十分庞大，每年超过1亿吨，但中国本土大豆产量不足以满足消费需求，对进口大豆的依赖度极高。中国进口的大豆占国际市场贸易总量的3%，大豆曾是美国对中国出口额最大的商品。根据美国大豆协会统计，去年美国出口至中国的大豆总价达126亿美元，占美国大豆出口总额的52%。然而，从今年5月开始，中国对美国大豆采购却完全降到0。原因就在于习近平把大豆当成中美贸易谈判的筹码，抵制购买美国大豆，可以造成美国农民的痛苦，而美国农民是川普的票仓之一，这种痛苦最终会集中到川普身上。今年8月19号，美国大豆协会给川普总统的信表示，入秋后，如果我们还不能与中国就大豆问题达成协议，对美国大豆种植者的影响将更加严重。中国已经将大豆订单转向阿根廷和巴西，不过手握大豆筹码的习近平也可能满盘皆输。巴西是唯一能满足中国需求国家，但美国农业专家认为，今年秋天中国可能不会购入美国大豆。明年年初，巴西将进入大豆收获期。如果明年巴西发生干旱或洪水，大豆将欠收，那样的话，中国将陷入困境。中国今年大豆的收成将创历史新高，但国内产量即使达到2100万吨，中国还需要再进口1亿至1.05亿吨大豆。中国自产大豆对中国的胃口来说依然是杯水车薪。川普直言，我永远不会让我们的农民失望，并指出政府已从关税中获得庞大收益，将拨出部分资金支援农民。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0月20号说，中国拒绝购买美国大豆，联邦政府将支持美国农民，预计下周发布相关公告。贝森特表示，美国农民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给予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压倒性的支持，因此我们会全力支持他们。贝森特认为，中共领导人决定将美国农民，特别是大豆种植者，作为贸易谈判的人质或棋子，是可耻的。
贝森特指出，近期的美国贸易协议几乎都包含采购美国农产品的条款，因此会有其他国家填补中国的缺口。创纪录的丰收也影响了价格走势。习近平不愧是中共灭亡的总加速师，他是中共由盛转衰的转折。台媒《自由时报》10月2号的社论写道，赶在11前夕，中共政治局会议确定本月20号至23号举行4中全会。1年多来外传的北京高层斗争之谜会不会见分晓？到时候可能会有答案。习近平似乎也意识到，今年以来他自己权力不稳的现象在国际上都传开了。首先是川普第一任的国安顾问福林，继而美国前驻百慕达大使史雷顿公开揭示了习近平权位不稳的迹象。这些半官方发言似乎令人更加确信，北京的诡谲气氛不全然是空穴来风。川普对中国的关税谈判一拖再拖，似乎在等中南海尘埃落定。与此同时，习近平健康问题越来越无法隐瞒公众。北京93阅兵，他与普京讨论长生问题，折射出习近平对自己健康亮起红灯的忧虑。对中共利益集团而言，这既是一场危机处理，不能危及一党专政，也是一场后习时代的抢座，先下手为强。值得注意的是，在美中关系走向紧张的时刻，日媒时事通讯社报道，多名外交消息人士10月2号透露，美日两国政府正以本月27号为目标，协调川普总统访日事宜。继石破茂之后的新任日本首相预计将在临时国会15号的首相指名选举中产生，这意味着新首相就任后约2周内就将与川普举行面对面会谈。川普此行旨在构建美日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同时针对中共和朝鲜局势，确认强化日美同盟在该局势下所拥有的威慑力。川普计划出席10月26号在马来西亚开幕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相关会议后访日，在日本停留期间，他还将配合31号开幕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行程访问韩国。就在此时，前日本驻华大使、立命馆大学教授垂秀夫发表演讲。他认为国际社会正处于极其严峻的环境之中，可以说随着美国总统川普的登场，美中俄三国的新三国志时代已经拉开帷幕。川普虽是日本的盟友，却一直奉行美国优先政策，中共则试图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秩序，俄罗斯更是当今时代动用武力侵略他国的国家，各国正置身于核武大国林立的局势中，日本必须重新审视国家利益。垂秀夫指出，为何能以共产党一党专政统治如此辽阔的国土与众多国民？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让国家变得强大的新目标，毛泽东让中国站起来，邓小平让中国富起来，习近平让中国强起来，这句中国共产党的口号就是答案。中共在今年9月举行的大型阅兵式，目的就是想拿到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话语权，宣扬军事强国。他认为中共对抗日的宣传活动一直就没停过，但习近平的做法与以往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过去中共只是将日本军部或政府列为坏日本人形象，如今中共不再明确区分，而是将全体日本人都是坏人的印象灌输给中国人。中共还借助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电影展开大规模抗日宣传活动，相关话题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广泛反响。除了追求历史证明，其另一个目标是向国际社会推广中共的历史认知。
中共不仅要成为强国，最大的目标就是试图重塑由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用习近平的话说，就是全球治理。中共是想表明自己将成为取代美国，成为新国际秩序的缔造者。同时，中共想掌控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这2张王牌。习近平想成为让中共强大起来的英雄，他实在不想就这样交出权力。他染指中共“15+5”规划，并将台湾作为今年11招待会讲话的重点，目的还是保住权力。习近平2027年将结束第3个任期，但“15+5”规划的年限是2026到2030年。他希望自己在“15+5”期间继续掌权，而掌权的要点就是发动战争。台海战争一旦打响，习近平就是总指挥。为了攻打台湾，中共不但与俄罗斯联合，增强伞兵空降能力，还在内蒙古的训练场所朱日和的模拟台湾总统府旁兴建模拟司法院。日媒产经新闻报道，日本国家基本问题研究所在10月1日取得卫星图像分析，共军为了准备攻台，在内蒙古的训练场所设的模拟总统府一旁的土地兴建模拟司法院，并建一条全长280公尺的隧道连接，意图强化对台湾总统的斩首作战。中共这座位于内蒙古的朱日和联合作战战术训练基地是共军最大规模的训练地，面积约1066平方公里。2015年，中共中央电视台报道陆军实动演习时，就曾播出这座模拟总统府的画面，这显示共军以攻击总统府为目标，已非秘密。日本资深媒体人石坂民夫在推特上表示，除了模拟总统府外，基地内还有模拟外交部等设施存在。这些高度还原的建筑不仅是军事训练用途，也具有向台湾发动心理战的意图，借由公开类似设施，营造中共已准备就绪的威吓气氛。中共所建的模拟总统府周边训练区域自2020年起扩张幅度已接近3倍。日本国基研指出，共军在这些模拟设施中不只是建造，还持续进行模拟实战演练。在2022年8月，共军训练就曾出动多辆装甲车，看似旅团规模的部队在进行与守护总统府的假想敌展开对抗的训练。今年8月以来，模拟总统府周边路上有装甲车、路障，研判是持续进行训练。国基研研究员中川真纪构表示，在习近平体制下，朱日和基地明显加速扩建，训练也更加贴近实战。这次不止扩建模拟总统府，还新建模拟司法院与地下通道，无疑是向台湾发出警告，就算你们有地下道，照样逃不掉。人算不如天算，习近平一味地想长命150岁，但他的健康状况并不以他个人意志为转移，就是中共这个恶贯满盈的邪灵，也将在历史的洪流中被淘汰。何况习近平呢？目前，中共内部各路人马都在争夺中共最高权力，中共4中全会可能达到权力争夺的高潮。目前，中共已经进入由盛转衰的夕阳时刻，习近平让不让权不是他说了算的。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